你未必一定是让项羽把自己榨干了，养打野，然后打野炸一波，比赛结束了。因为他们其实，在项羽没经济的情况下，整个输出的压力都来到了千层这里。对，你像刚刚那局比赛也是一样的，你说你上中野打不出什么伤害来，那吕布团战挥一刀人没了，然后打野位是个近跟火舞要拼爆发的，那你要把伤害全部堆到射手一个人的身上不大行。但是你看一诺刚刚就不一样，一诺也是一样的吃所有人的集火，但是其他人补伤害。是，其他人去兜这个后面的事情。对啊，刚刚那把长征的那个杨玉环都打了快40%的输出，一直在前面去打，一直在消耗。这把 AG 把方宇的马超送上班位了。就刚刚评论区一直想看的，包括今天 DYG 做出了方宇的首发之后，也一直都想看方宇的马超。可是我相信 AG 应该也有在休息室看上一场 BO5的最后一局金宇的那个马超，觉得放不得，所以连扳2把了。而且 AG 在野马手上吃过亏。对。少司元一拿之后 ，DYG 就是一个张良加王昭君，这把没有进，没有马超，有赵云，有大司命。AG 奉我为主。武则天拆火，少司元加仓打对线。DYG 这个3楼就要出打野了。其实目前来看打野选不到好的野核了。对，有3个打野英雄在拿到分军1000级都挺厉害的。刚刚我们说到了晋和马超，其实还有个赵云，如果能打到分军1000也很猛。但这把他选的老虎，老虎也很猛啊，也很猛。对，老虎他分军经济能达到1000，也是一个特别猛的存在。今天玩完那把老虎，是的，他们虽然没有1000，但是9分多钟分军900多，搬了个袁绍。袁绍也是千城比较喜欢玩的一个英雄吧，而且长手这套阵容打起来 AG 也比较麻烦。我感觉这把到后面千城应该会补个守约，也是一个长手。DYG 的话，在班位上搬掉了杨撵、曹操和影，削弱了2个渲染的切入型英雄，也是他的招牌。而 AG 的话，则是搬掉了袁绍之后，狂铁和关羽都放上了班位。让看看 AG 的阵容缺前排。在对抗路和打野位置做哪个前排，而 DYG 的话则是选择了蒙恬。这局的话，在对抗路上面做前排会好一点。对抗路上有达摩有白起，这是打张良好用的。可以再来一次白起，试试看。是的，之前渲染用过一次白起。就那天做人员轮换的时候，当时他们第1把比赛尝试用了白起，那把白起的话也是渲染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是在今年的第1把白起。然后我回去其实我又翻了一下，我会发现渲染在去年1整年当中也没有使用过白起，也就是说在这近1年半的时间里，这是第2把。但上一把拿出白起来，并没有能够赢下来嘛。这把白起团战画面是比较好用的。可我们不得不说，这个英雄是现在对抗路的必修课，对热门。还你一片寂静。在后羿和守约上面做一个选择，最终是确认下来了百里守约。得考虑到线上抗压谁更好用。如果是选后羿的话，则是让张良的大招不用可以跟王昭君绑定在一起，没错，他可以让后羿的剑给到之后，如果这个剑给得好，那王昭君去接，张良可以捏一手去防对面的后手。那选守约的话，就是考虑到整个的发育环境以及他对线的抗压。但这把 DYG 的阵容好猛啊！蒙恬老虎加张良王昭君，然后守约抗压，整个都可以开始养老虎的节奏了。就是你白起前期是出不了山的，在白起没有出山之前，张王在 AG 的这套阵容面前，只要张良闪现捏得好，武则天大招拆不了 ，AG 的这个阵容等于是前期见一个捏一个，对吧？而且只要王昭君技能跟得快，是能连上的。哪怕武则天把张良的大招断了之后，王昭君一套打出去也是一样的，通过2技能把控制补上，同时大招的伤害也拉满。这把白起不出山 ，AG 没前排，得躲着走。对。但是当 DYG 的蒙恬到正面来打龙团的时候，你会发现 AG 的正面强度又打不过 DYG， 所以 DYG 这个阵容变成了抓单厉害，正面团战前中期也都厉害。是的。所以前期这个 DYG 就可以靠他们的张王打得顺一点。只要在张良到4级前别出事。难，我觉得比较难出事。稳着点基本没啥问题。
前期张良就帮老虎提速就好了。对，守约在下路自己一个人也能玩，不主动去搞事。如果守约下路压力大，就下去协防一下。守约下路压力大的话，就让守约走中，让王昭君走下。之前不是没看过中单守约。反正等对手拿线权清过来，老虎一起吃嘛。对，老虎张良吃中很快的。目前的比分是2比0。但是 DYG 这局比赛拿到了这样的一套超强阵容，能不能把比分往回扳一局 ？DYG 目前已经确定去到 B 组了，但是这个赛季还没有结束。于 DYG 而言的话，上个赛季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开端，他们也拿到了不错的年度总决赛的积分。DYG 在这个年度总决赛的话，他现阶段的积分是已经有了40分了。目前来看的话，打年总应该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夏季赛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突破嘛。进入比赛，我是九瓶子，我是解如黄超。而本局比赛，如果成都 A 超会赢下来的话，那么 AG 将会直接拿下大场胜利，锁定最后一个 S 组的名额。像狼队就要去 A 组。那为什么说3组是死亡之组？水深火热的。死亡之组真的是最后一个 S 组名额，是吧？谁能想得到呢？对。常规赛第1阶段3周比赛打到最后一场，还有一个 S 组没定。哇，千城下路压力好大，3个人过来压他，这样的话落空就不得不来，直接越塔想杀，1分11秒钟爆发1血，被长生拿到。而且张良这个位置我看也跑不掉，再踢一脚，再来一个头，传下来一个蒙恬，2个一起，还有个王昭君可以留个武则天。哎，一技能飞走躲动。再一个被动跳走顶上去，但是王昭君已经没2了，他很赚啊！长生是拿到了1个击杀1个助攻，虽然自己倒了。从开局就预想到千城这把会非常难受，因为对方是苍家赵素颜这个组合，下路对线强度是非常高的，再加上看到了 DYG 他开局的一个动线，知道 DYG 开局动线之后。明白你下路只有守约，武则天立马去下路形成一个3人的围剿。今天比赛赛前，我们其实在聊的看点之一就是一诺和千城的下路发育路的对决，但是今天 AG 似乎在下路对于一诺的帮助做的要更多。对。从第1局比赛下路的2v2的对线打出优势，到第2局比赛的赵云跟鲁本纳斯下路的击杀针对，还有后续的连环针对，然后到这一局比赛时间直接提到了1分钟的时间到下路来去突破。这么打的话，下半图是失衡的。守约跟苍之间经济已经差600。我这边给大开视野。因为第1波节奏亏了，而且张良在那一波的时候也把闪现交了，所以现在到4级的时候不能立马出现节奏。那好像他们也没有做出调整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如果他们有意识到今天 AG 前面2局比赛对于发育路的这种进攻性，他们其实可以考虑继续做换线，或者说是让千城走中，让王昭君前期挂下。其实有一种开局有一种开局就是王昭君跟守约连。就是王昭君当一个游走，跟守约连，然后张良跟老虎绑定，张良一直帮老虎过中，然后踢野区速率就这么打，然后王昭君帮守约抗压，就是一人带一辅呗。对，闪现捏完接动之后，蒙恬过来补伤害，扛不住，因为这是在塔外不是在塔内，所以没有任何的减伤的效果。再加上是一个有大的蒙恬，这前期基础伤害本身就特别高。落空这波手很快啊，要被越了。下路继续打，继续跃进去，武则天给一个远距离的大招，最终补了控制，带走了千城之后，继续杀张良，又是下路的突破，这是有预谋的。你既然在上路产生节奏之后 ，AG 的反应就特别快，直接来下路，就算当时有人传下来，那也是个没技能的人。对，张良在上路已经把技能全部交完了，没了闪现，没了大招。千城太惨了，这把。
玩发育路的看到这种画面，心都碎了，共情上了。嗯。 现在就只能看 DYG 的老虎了，毕竟这一把是一个野核阵容嘛。这把看老虎的经济目前是3900，跟云鹰差不多，差了就领先了100块钱，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。哎，来一狙没中，红田队进野区，张良过来捏住，接个动到了云鹰。这张良捏云鹰是没办法的，但是下路的位置。 这应该是被单杀绕过来了，因为前面我们看画面当中，守约在那里架狙在瞄武则天，想瞄着武则天给一枪，那一诺突然出现在那个位置，把守约后面给断了，而且这一波跳过来对这一波一诺是有闪现的，而千城的话，刚刚在下路那一波越塔击杀他把闪交了，是的，所以导致了这一波被追的过程当中实在是没什么办法了。5分钟死3次啊！ 这对于一个发育路而言，真的是非常绝望的一种情况。玩个守约露头就秒。23个人看好了 AG，3人看好了深圳 DYG。这不是说选个守约出来水晶裂刀锋，而是选个守约出来千城的心都裂刀锋了。看张良有闪，想上来抓节奏，直接白起空摘。武则天再给大招，一波 combo 带走了落空之后，蒙恬这个位置直接闪顶进去给一枪，但上海有点不够，被辽远的拉开了距离。此时的武则天赶到，给大球，队友再上去，少资源补伤害。王昭君给了个动到了白起，但没有用。小六的蒙恬倒在了自己的防御塔前，上路传中，避免守约去推。 老虎过来咬一口，云鹰这个位置走不了，但是没想到方宇的裴擒虎直接已经提前落掉了左草，对，速度太快了。然后千城在那掉了一手，然后方宇出手直接把忠义给收了。忠义在上一波就在蓝野区被张良捏了一手秒了，他现在连续阵亡2次的话，那方宇就可以跟他把经济差拉开了。前面的经济只差100块钱，但现在的经济差已经拉开了1300块钱了。对的，项羽一个人蹲在这里想要找机会啊，结果被发现了，被长生发现之后，轩辕跟上一个大招给他控死。那这么打的话 ，DYG 有点没办法把自己的张良王昭君节奏顺起来。对他掉节奏。 其实原本这波如果要是张王一起走的话 ，AG 是要全线往回缩的。是的。那项羽太深入了，直接跑到了 AG 的红背去了。看方宇6457，但这把一诺很顺。来看一下这一波，就是给狙，然后再架狙的过程当中，这一狙我们刚才聊到了，这距离太远了。对，然后一诺就从野区绕过来了，闪现过来直接开大。 一剑单杀，然后这波是张良想闪现捏仓，仓有个回头就是想骗捏，然后让白起去拆，结果没想到白起先朝到了，然后张良同时闪出去，所以张良第一时间也没捏出来，然后张良捏到了之后瞬间被断掉了，没错。中路点蒙恬扛不住，小乐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，可为张良捏住，王昭君跟动。 但看伤害够不够，闪现拉开距离，但最终还是剩余的张良的法阵的持续伤害，王昭君的大招的持续伤害带走了白起，刚刚好。百里守约这段时间在猛猛的补经济，终于把经济补得超过邵思源了。他前面连续阵亡3次的时候，经济一直都比邵思源低，都快跟张良一样了。嗯。 但这把大帅的被动应该也挺高的，到目前为止没有阵亡过。是的。第2条暴君 ，AD 占据河道视野，可以先开掉。DYG直接放了。换条龙。这个红的话继续给老虎。伤害占比40.1%的仓。 战损比3杀0死4助攻，一诺这把在下路，核心地位非常高。对，整个 AG 的这套阵容在前期的节奏方向全都是围绕这个仓去打的，包括仓转到上路去，在上路也是紧跟着一些队友跟过去。就这么多年了，还是那句话，你管他不行，你不管他也不行。你看上一局比赛一诺玩个虞姬 ，DYG 那么针对他，不行。这把你不管他还是不行，直接冲进去带走了张王之后，又将百里守约给击杀。 终于拿到了双杀，一波0换3。老虎一个绕后，
想要蹲一个撤退的脆皮，蹲不到了，中塔要被推掉。在发育路这么肥、有这么高的伤害的情况之下 ，DYG 的正面小乐就有点站不住了。而且张王的阵容遇到了白起加上云鹰的冲阵，他们也不好捏。对，拆火点太多了。就白起往前站，武则天就在身后，像现在一样攒个一层被动，然后手里捏个大球，被这个被眼哦不是啊是对面的眼，对面自己家的眼，自己家的眼，自己家的眼，自己家的眼。上去，云鹰一个大招拉进去，吃到了张良大招，然后紧接着少资源过来直接做拆火，武则天也给大，张良这个位置也走不了。老虎是一口扑掉了仓，是，还想再扑个少资源，再咬一口上就拉开了距离，这一局没有中，想走走不了了，被中一给拿下。裴擒虎这一下阵亡，经济要直接被中一反超了。10分钟的节点啊！同时，轩然也在本局比赛刚刚的那波团之后，累积1000杀达成。使用白起拿到的1000杀，就是深渊了。来看一下，我直接往草里丢球，有点预感，这波其实是有点预感，那个草里会有个人。然后这波苍石一技能跳过去，然后想要去找百里守约，然后被老虎一口给咬了。但是正面的 DYG 被追的也是整个阵型全部溃散。对的，老虎想再回头咬的话，就已经伤害不够了。严阵以待。守约有幽影袖剑3件套。逆风情况下 ，DYG 资源倾斜上还是做的挺好的，给守约这边补刀数提上来了，所以经济补的会特别快，也是作为后期的一个翻盘点。往前挤视野，让白起把这个视野之灵占掉。渲染的闪现还差个12秒钟。上路王昭君交大手，中路这里没兵线，用狼魂扛了2下，然后仓消耗了一下中路高地血量。对，可以退出来，退出来之后拿这个红 buff， 可以考虑拿个主宰再推进了。主宰到手，龙兵直接放下，上路先借了前面的炮车兵试一试。一会儿等龙兵压上来的时候 ，AG 可能会让大帅上去卖一下。身后有人给接，哎，这波直接开到守约闪现拉开了距离。在这波之前，千城换出了抵抗鞋，很关键啊，否则 combo 就接上，他要死。对，中路龙兵进塔，就是在 AG 刚刚去打主宰的那一波，当时千城是把抵抗鞋换出来了。张良一个本冷捏住，一波集火把仓给捏死了。但是正面的位置有一个复活甲在身上，还能站起来。白起给嘲讽，炒一下，拿到了双杀，带走了张良。守卫这个位置拉开距离，被少祖元给贴身。白起继续往前转，身上是一个满能量，可以出来让少祖元给他奶一下。少祖元大招还有几秒就好啊！哇，那这个大招拨过去要满了。想一点点细水长流也快奶满了，等这个大招一个大招拨完，没吃到，走位躲开了。不过这一波云鹰冲进去之后，想要去找百里守约的麻烦，反而自己被带走。是的，守约出来继续点，还能再点一下，点掉了白起，还能再追，拿到双杀，大招想往前，但是太远了，太远了，追不上了。不过这一波的攻势 ，AG 是推掉了 DYG 的3路高地。DYG 是最后守下来没有被直接推掉水晶，而在守的这个结束之后，千城的经济也已经成型了，让他的装备能够成型，还差一个逐日之弓。终于4件套了。是的，
虎子人给大球砸到了，配合仓的伤害，加上少岁的大招秒掉了张良。老虎这还没活，这边只有3个人。云这时候也刚出来，他打了个吊点啊，张良掉了这条龙 ，DYG 就争不了，又得在家里守着了。 原本应该是 DYG 往外去挤这个视野的，但是在挤的过程当中，没想到居然被 AG 给秒了。对，出事了。超级晕，太碎。人质一代，以昨日重逢。等兵线，中下兵线进来了，但是 DYG 也关键时刻刷了一波兵线，把兵线堵在外头。老虎清下，红点清中，看白起直接嘲讽，但是被捏在了天上。落地之后，看老虎这么冲进去，跟蒙恬一起集火，但蒙恬扛不住啊，直接被长生的武藤先拿下，在这边的白起也倒地。双方的前排互换，但是兵线进去了，直接推水晶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王会3比0战胜深圳 DYG， 锁定最后一个 S 组名额。这场比赛，成都 A 超王会打出了不同的风格。他们在第1局比赛那种猛攻拖前排，第2局比赛依旧是一个似乎以伊诺为饵的画面，然后最后1局比赛，他们不断的猛攻下半图，为下半图造优势。同时，我们在这场比赛看到了轩然达成了自己职业生涯里程碑的时刻，1000击杀，而且使用了白起。这把轩然的白起的使用还是相当出色的。那这样的话，一诺和长生的累积胜场，一诺也是累积到了200，长生是100，没错。这场比赛在赛前的时候，其实英凯在评论区就给大家铺设了，今天有很多的里程碑的诞生啊。这场比赛 AG 也不负所望，都把这些里程碑达成了。其实 DYG 在春季赛的时候给我们的感觉是，这支战队通过了组建项羽的加入，包括小乐的复出，让这支队伍有了希望和可能。但是这个夏季赛他们还是回到了 B 组，希望他们能在 B 组幸运一点。现在把时间交给现场。好了，感谢瓶子老师，欢迎来到赛后采访，我是白乐。那么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成都 A 超会的游走位选手大帅，我们先请大帅给大家打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成都 A 超会大帅。欢迎大帅。首先非常恭喜你们以最终5战4胜的好成绩，锁定了最后一个 S 组的名额。现在打下来感觉怎么样？我们这个组实力太强劲了，就是给的压力太大了。给的压力很大，既对对手的认可，也是对自己的认可。那因为这个场次特别的重要嘛，决定了最后的这个分组。今天上场之前的备赛的心态大家怎么样？会不会感觉到一些不一样的压力？其实我们对每一场比赛都是，准备的比较充分嘛，然后也非常看重每一场比赛。非常看重，其实把压力分散在平常的日常准备当中了。但因为今天它有一点跟上一场比赛的进步特别大，在于今天不慢热了，从头到尾感觉状态拉得都非常满。这2天是有做什么特别的调整吗？我们还是正常备战嘛，可能今天上来玩的阵容主动一点，所以大家会打得比较火热。所以打得比较凶一点，因为包括刚刚最后这一局，第3局前期的时候，大家打开局面打开得非常快，就是在下半图的进攻非常的严厉，也非常的有效果。当时赛前是怎么布置最后那一局开局的节奏的？因为张良阵容发育度就是会比较薄弱嘛，所以就是我猛踹瘸子那条好腿，不对，猛那是怎么说？抓住弱点啊！对对对，啊，抓住弱点。这个也是在赛前阵容阅读方面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了。那其实因为马上队伍就要来到第2轮，对队伍的第2轮的成绩也好、表现好，有没有什么样一个期望？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就是对队伍第2轮表现的期望。留在 S 组。留在 S 组。好了，那也感谢大帅的分享，也衷心的祝愿成都演唱会在第2轮表现能够越来越棒。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评论席。大帅还是非常这个认真对待比赛，无论是战术的执行，还是赛前的心态的调整，他们也知道，无论那场比赛，当然要全力以赴的拿下，更何况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讲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要锁下 S 组。对，锁下 S 组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他们的这个年度积分还能再加10啊！而且今天我们看到海报已经出来了，恭喜成都 A 超会锁定2026年 KPL 夏季赛常规赛第2轮 S 组。那这样的话，年度积分加10也来到了130分。那么重庆狼队则锁定了2026年 KPL 夏季赛常规赛第2轮的 A 组。跟
2024年的夏季赛一样，第一轮打完了之后 ，RW 和狼队双双锁定 A 组。哎，但是后续看看谁能够往上走一走。按照现在狼队的状态和 RW 侠的状态，其实我们也可以期待一手，他们在 A 组会形成什么样的化学反应，包括未来的 S5、S6可能会遭遇什么样的压力。包括我觉得我最期待的是 A 组还有没有高手站出来挑战这2支队伍。哎，也是让我们非常期待的。好了，现场的采访也准备就绪，把时间交给白乐。好了，感谢英凯老师，欢迎回来。那么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深圳 DYG 的中路选手项羽，我们先请项羽给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深圳 DYG 项羽。也欢迎项羽啊！其实今天真的非常非常可惜，最后没有赢下比赛。其实会感觉深圳 DYG 整个队伍的实力是非常非常强劲的，但就感觉可能大家总会有些地方就是差了一点点，真的很可惜。就整体来讲的话，项羽会觉得今天可能队伍哪些方面是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的？感觉就局内的小细节吧，可能没有去做好，感觉今天自己失误也挺多的。对，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尽力了，今天也很辛苦啊，因为其实最后第一轮的这个成绩，可能我相信对你们来讲，既是一种压力，更多的也是一种动力。我知道项羽一直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人，就是在这种成绩的压力之下，就是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你和队伍一起会怎么样去保持进步的这个动力和心态呢？我觉得这一轮掉进 B 组，也给我们很大的那个激励吧。对，因为 B 组的容错率很低吧，然后我觉得我们以后都会严格要求自己的。其实一直也都在很严格的要求自己。其实看待挫折的眼光真的非常重要，相信你们也会越来越好。其实包括今天也是，在局内会感觉大家的决策也做得非常非常快，前期的很多进攻也布置得非常的积极，就会感觉来到中后期的时候，总会有一些团战，特别是大的节奏上会有一些失利。这个主要是什么原因呢？感觉可能中期带线什么整理线的时候会比较乱吧，然后团战没有考虑阵容的强度，然后去打吧，可能。了解了解，也希望未来能够好好加油。其实马上也要来到第2轮，也同样就是项羽自己也好，队伍也好，在第2轮会怎么去备赛，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。第2轮备赛，目标先那个吧，先上个 A 组吧。先上 A 组，好了，感谢项羽的分享，相信你一定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，加油！也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评论席。也非常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还是给了项羽非常多的鼓励。因为其实今天项羽在季局里面都想尽办法去带领团队的节奏。对，当然也自己讲到了，也认为自己有一些不足。那希望在后面在 B 组的历程肯定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对，但是看看能不能取得突破，带领队伍继续进步。好了，我们也回到我们今天赛前评论席所聊到的内容啊。这个 A 张会这场比赛除了要锁定 S 组，它有众多里程碑，对吧？刚才我们说了，这个渲染的里程碑也达成了。对，一千杀，一诺的累计200胜场也达成了，长生的累计100胜场也达成了。今天这是几喜临门啊？4喜，对吧？对，4喜临门啊！无论是3个选手的里程碑、个人里程碑，还是队伍锁定 S 组这件事情，那包括这场比赛打来之后，也看到 AG 在尝试各种各样的打法变速，不仅仅是用之前熟悉的那套流程。你像这一盘的话，刚才大壮采访也讲了，实际上就是更多的去针对发育路那条路，因为对手更多的是张良、赵军和蒙恬想在这个对抗路换出节奏。对，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前期就涉及到一个竞速的问题了，是我4个人突破你守约快，还是你4个人突破我白起快？哎，这就是一个问题啊，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渲染是个老扛牙人，是的，对吧？那实际上守约也是扛牙英雄，但是在面对那种情况，你是撤不出来的。对的 ，AG 的布防站位是很快的。对，而且你看守约虽然能扛，但他不代表能扛那么多啊。对，还有就是你像白起这样的英雄，我2件套我就有我80%的功能性了。那守约你有2件套的成型速度，那你是不够的。就大家这样换节奏上来讲的话，一定是 AG 越打越赚的。虽然后期大家看到守约老虎成型了，那把老虎出了破军了之后，确实有很强的团战能力，但不得不讲前面挖的坑太大了，太大了。最后是看到千城在高地跟这个方宇的老虎配合，打出了一些反击的画面。那个时候是成型了。对，方宇在破军路之后，他其实是在找机会。然后跟队友配合，然后去先击杀掉仓之后，立马去转火后排，然后包括在上路的兵线牵制，其实他内部已经做到
他能做的所有了。那大帅玩到上次元之后，思路很清晰，节奏特别快。对，就之前特别担心大帅玩上次元的时候会有一点过于激进，但是今天能看得出来他们在前期的节奏布置的还是很好，因为他太懂张良了。没错。好，本局的 iQOO MVP 给到了一诺，使用的苍，一诺也收获了本赛季的第一个 MVP。这把一诺还有一个单杀，而且在下路呢，他的伤害量铺的是很满的，对，甚至在8分钟看到他的这个全局伤害占比已经达到了40%。就是他其实不止那一波单杀，他其实还有一波在主宰那处，他是找到了守约的一个侧面的点位，是直接闪现过去追着他 A。对。啊，这是那波单杀，大招给闪现，直接单杀，这是在视野外通过长生获取视野之后对做的事情。然后这是在正面，后面这个虽然说是4打4，但是武则天是能够有一个大招给支援的。它持续输出量给的是很够的，这是仅仅是在前期5、6分钟的时间点。这边很小心，自己点了口恢复之后进草再来。那这把我感觉渲染的白起是让他拍爽了。对，然后这波是直奔守约，来了，目标很明确。对，自己以前是个刺客来的，找到了有点当年玩公司里的感觉哦。哎，切进去。像这里方宇已经非常努力的想去找一波破局的机会了。少次元加上白起帮助一诺是找到了比较好的一个输出的一个环境。方宇其实也找到了一诺的一个机会。对，必须得说啊，方宇这名选手真的感觉非常有操作，对，未来可期的，尤其。